美国要爆发第二次革命了 ，Dog 居然和黑洞扯上关系。马斯克的 AI 公司 XAI 竟然吃掉了他自家的社交平台 X。而当我们再看马斯克旗下那4驾马车，特斯拉、SpaceX、X 平台和 XAI 这4股力量似乎正并驾齐驱，对全球科技、媒体、能源、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产生惊人的联动影响。难道马斯克真在下一盘想统治地球的超级大棋？别着急，让我们一一道来，揭秘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新闻背后的故事。首先登场的是震撼政坛的大新闻，有人说马斯克正在策动一场美国第二次革命，怎么回事？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事情要从2025年年初说起，前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后，任命马斯克领衔一个全新的政府部门，名字十分吸睛，叫做政府效率部，英文简称正巧是 Dog， 没错，和那只狗狗币同名。别看名字萌，这部门的使命却一点不萌，要刀刃向内，大刀阔斧精简联邦政府，砍掉冗余机构和开支，把华盛顿那层层官僚体系给彻底瘦身。狗狗？哦不，政府效率部刚一亮相，就祭出了惊天动地的第一刀，直接关停了成立60多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一时激起千层浪，华盛顿官场瞬间炸锅。要知道USAID 可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招牌机构，说砍就砍，很多公务员和政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这仅仅是开始。马斯克组建的 Dog 团队极具戏剧性，只有6个成员，平均年龄20出头，被媒体戏称为马斯克的娃娃兵。这些年轻人穿着 T 恤牛仔裤，背着双肩包，突然出现在各大联邦部门里检查、质询，引发了传统官僚的极大震动和不安。想象一下，资历深厚的老官员们突然被毛头小子要求在15分钟内证明你存在的价值，这场景简直像电视剧。结果可想而知，上百万联邦雇员人心惶惶，生怕下一个被裁撤的就是自己。各地的政府员工开始抗议示威，认为这样的革命太过粗暴，而支持者则欢呼雀跃，感觉马斯克总算来替纳税人伸张正义，砍掉臃肿的官僚机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次美国革命的说法冒出来了。许多保守派评论员兴奋地把 Dog 的行动比作一场现代版的革命，不是用枪炮，而是用科技和商业思维来推翻旧的体制桎梏。他们认为马斯克就像当年的革命领袖，要带领美国人民摆脱官僚机构的暴政。面对这种高帽子，马斯克也毫不谦虚。他在 X 平台上转发相关评论时，干脆回应：是的，而且非常必要。这等于是公开承认，没错，我干的事儿就是要掀起一场革命，而且美国确实需要这么干。那么，马斯克的用意何在？简单来说，他眼中的华盛顿官僚体系就像一台效率低下的旧机器，招钱多，办事慢，还常常和硅谷倡导的快速创新格格不入。马斯克素来以大胆著称，造电动车、建火箭，他干的每件事都想突破常规。这回轮到整顿联邦政府，他依然是雷厉风行。通过 Dog， 他希望证明技术精英和小团队也能治理庞然大物，用硅谷的方式来改造政府。这背后当然也有政治因素，川普政府乐见有人帮忙砍掉前任留下的各种进步派项目，比如多元平权之类，所以才给了马斯克这么大权限。然而，在不少人看来，马斯克此举相当危险。支持改革是一回事，但让一个并未民选的富豪来主导政府重组，这在美国史上闻所未闻。民主党议员们群起而攻之，写信给白宫质疑 Dog 的合法性。这个部门到底啥来头？谁给了他们权力随意访问机密和公民数据？这些年轻人有没有经过审查就上岗动刀？有14位参议员甚至称 Dog 是在搞不透明的影子政府，要求把这些编外人员立即停职。而有些评论更直接，把马斯克称作影子总统，认为川普几乎把重组政府的大权都偷偷交给了他。马斯克则一边在媒体上强调自己是在为民除弊，一边也不得不出来灭火安抚。他公开表示 Dog 的裁撤行动会小心而周到地进行，不会危及重要公共服务，只是浪费和冗员。他甚至跑到福克斯新闻接受专访，
身穿印着大狗狗 Dog 字样的 T 恤，向全国观众解释他的改革理念，政府应该像苹果商店一样友好高效，94岁的老奶奶该拿到更多社保而不是更少，等等。马斯克信誓旦旦地说，我们可不是来侵害老百姓福利的，相反，是让真正需要的人得到更多保障。他还声称，虽然媒体渲染的惊天动地，但实际上几乎没人被直接开除。大部分联邦员工要么选择高额买断，自愿离职，要么还在等等观望。尽管如此，这场由科技狂人引领的革命已经让美国社会撕裂为两派，一边鼓掌叫好，觉得第二次独立战争已经打响，只不过对手从英王变成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另一边则忧心忡忡，质疑马斯克是不是要把民主程序甩在一边，搞一场高科技版的宫廷政变。美国究竟会不会真的来一次第二次革命？眼下看，至少在舆论场上，革命的味儿已经炒得火热，而作为这出大戏的主角之一，马斯克无疑是乐在其中的。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向一条相当烧脑的新闻。Dogby 最近和黑洞扯上了关系。听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纳闷，狗狗币不是马斯克经常在推特上炒的加密货币吗？这玩意儿跟黑洞还能有啥关系？难不成马斯克要把狗狗币送上太空扔进黑洞？别急，此斗个非彼斗个，这里埋着一个梗呢。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的政府效率部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缩写正是 Doge， 这可巧和加密货币 Dogecoin 的简称撞了个满怀。马斯克偏偏就是狗狗币的头号网红支持者，他给自个儿的政府部门取了这么个名字，很多网友都调侃这是在玩梗。前阵子，当媒体标题写着 Dog 发现了一个离奇的黑洞时，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还真以为是狗狗币出了啥天文奇观或网络迷因呢。然而，这里所谓的黑洞指的不是宇宙中的天体，而是一笔天文数字级别的资金黑洞。Dog 部门最近一次劲爆的曝光揭示，美国财政部的支付系统里存在致命漏洞。长久以来，一个关键的资金追踪标识竟然是可选填的。这就好比你家账本上很多流水都没写清是给谁的，结果怎样？ Dog 团队一查吓一跳，在2024财年，有高达 4.7 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款项无法被准确追踪流向。 4.7 万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美国全年预算的 70% 蒸发在账目黑洞里了。更夸张的是， Dog 的技术高手们把账目往前翻，一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了几千万笔可疑交易，其中连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政府救助款都有相当一部分下落不明。几十年如一日的系统漏洞，竟让巨额款项流向成谜，活脱脱一个财政黑洞。这个骇人听闻的发现，甫一公布，舆论哗然。支持马斯克的人拍手称快，早就说政府乱花钱有猫腻吧，这下抓到实锤了，几万亿美元打了水漂，原来真有黑洞在吞钱。一些阴谋论者甚至开始脑补，这是不是某种深层政府的秘密资金池，或者官商勾结的惊天腐败。但不管怎么说，这新闻直接促使财政部连夜行动，赶紧修补支付系统漏洞，推行支付电子化，生怕再丢了账。仅仅是取消纸质支票这一项，就据说每年能省下数亿美元，可见以前的浪费有多惊人。值得玩味的是，这场揭黑行动也让 Dog 部门本身更有了几分神秘色彩。一方面，它证明了马斯克的团队确实有两把刷子，连财政部几十年都没搞定的老问题，他们用科技手段就给捅出来了。另一方面，豆这个名字和狗狗币挂钩的梗更深入人心了。网友们戏称马斯克派狗狗去嗅出了华盛顿的臭气，甚至有调皮的人在网上贴出狗狗币吉祥物柴犬拿着放大镜检查账本的表情包，笑称 Dog 发现黑洞比 NASA 还厉害。那么这里有没有真正和加密货币 Dogecoin 相关的技术事件或迷因呢？事实上，狗狗币社区本身最近并没有什么黑洞相关的大新闻。所谓黑洞谜案，基本都是指这桩政府资金黑洞。不过，由于马斯克曾多次把狗狗币和太空联系起来，一些段子手也脑补了另一个搞笑场景，是不是马斯克哪天真会在星际旅行中造个狗狗黑洞？
把他的加密币储备都丢进去，来一次终极烧钱实验。当然，这只是玩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Dog 团队找出的财政漏洞跟烧掉几万亿美元也没啥区别，钱没了都没留下，典型的黑洞效应。梳理一下 Dog 币和黑洞这个话题，乍听离谱，其实背后揭示的是马斯克的 Dog 部门在美国政坛搅动的又一场风波。他一边在玩互联网迷因梗，另一边却动真格揪出了联邦财政的老毛病。对普通大众来说，这剧情是又魔幻又解气。原本网上图一乐的狗狗币表情包，竟成了揭露政府巨额黑洞的象征。这或许正是马斯克招人喜欢的原因，他总能把正经事搞得像一场充满戏谑精神的狂欢。而那 4.7 万亿美元的黑洞，会不会成为推进他第二次革命的弹药呢？很多人拭目以待。说完了政府和狗狗币，再来看商业科技界马斯克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惊吃小惊的戏码 XAI 合并 X 平台。简单说，就是马斯克把自己创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和自己收购的社交媒体公司 X 给合体了。这消息是在2025年3月下旬爆出来的。马斯克亲自在 X 平台发帖宣布， XAI 通过一笔全股票交易收购了 X 公司，让两家正式合二为一。乍一听，我把我的公司收购了我的公司，这什么迷幻操作，其实稍微拆解一下就清楚了。根据马斯克公布的细节，这笔合并给 XAI 的估值约为800亿美元，而给 X 平台的估值约为330亿美元。换句话说， XAI 这家成立才不到2年的 AI 新贵，以远高于推特当初售价的身价，反过来当了大股东，把推特收入麾下。而马斯克也为 X 弄来了约10亿美元的新融资，让 X 的账面价值回升到440亿美元，刚好和他当年收购推特时的价格打平。如此一来，他等于向外界展示，你看，我这社交平台最终没亏本卖掉，还身价翻了个身。当然，卖来卖去，左口袋进右口袋，玩的都是资本游戏。这桩内部并购的背后，有着马斯克的大战略考量。他说 XAI 与 X 的未来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迈出了将数据、模型、算力、分发和人才相结合的关键一步。这句话信息量很大，简单翻译一下， X 平台坐拥海量的社交数据和一个全球化的内容分发网络，而 XAI 掌握着先进的 AI 模型、算力资源和顶尖的人才，把两者彻底融合，就可以形成一个 AI 与社交媒体无缝结合的超级平台。想象一下， X 平台用户发布的海量帖子、对话、图片等将成为 XAI 模型的养料，而 XAI 的智能技术则会反哺到 X 平台上，提供更聪明的功能，比如智能推荐、更高级的聊天机器人，甚至自动帮用户写帖子、审查谣言等等。其实在宣布合并之前， XAI 和 X 就已经开始你中有我了。还记得马斯克曾经吹嘘要开发一个 Truth GPT 吗？后来 XAI 真的推出了一个聊天机器人，取了个非常俏皮的名字，叫 Grok。 这个 Grok 据说满嘴跑火车，幽默感十足，因为马斯克要求他学会吐槽，不要像其他 AI 那么无聊。 Grok 在2023年底就作为测试功能集成到了 X 平台里，只有 X 的付费会员可以体验。马斯克用这种方式让 X 用户提前感受 XAI 的成果，也相当于为 XAI 做宣传。所以当合并消息公布后，不少人并不惊讶，觉得顺理成章，本来就是马斯克一个人控制的两家公司，早晚绑到一条船上。现在正式合并，反而可以减少内部壁垒，让资源共享最大化。这一操作引起的反响也很有意思，支持者们纷纷送上祝福，认为马斯克这是在打造社交媒体加人工智能的未来模式，令人期待。有网友半开玩笑地说，这下好了， X 平台终于有亲儿子 AI 了，不像别家都是后天添加的 AI 功能。也有人第一时间造梗，把马斯克 P 成了自己和自己握手的画面，毕竟他既是卖家又是买家，戏称这交易空前绝后，全靠自导自演。更有技术圈人士马上让 Grok 分析这次并购的利弊， Grok 自然也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 XAI 能拿到海量实时的数据训练模型，而 X 平台则能用 AI 提升用户体验。
这买卖对双方都有好处，妥妥的双赢。当然，质疑的声音亦不容忽视。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马斯克为了解决 X 公司不断下滑的财务困境而玩的财技。毕竟自从他接管推特并改名 X， 广告收入掉了一大半，招钱搞新功能也没见盈利。现在干脆用 XAI 的高估值来稀释填补窟窿，表面上做大了摊子，实则还是左手倒右手。还有人担忧把社交媒体和 AI 绑得太紧，会带来隐私和言论审查的新问题。XAI 获取了用户行为数据，会不会训练出一个最懂你的 AI， 以后无孔不入地影响我们的网络生活？又或者 X 平台借助 AI 之力管控内容的方式更隐蔽高效，我们反而更难辨别信息真伪。这些讨论都说明 XAI 与 X 的融合是一件开创性的事，机遇与风险并存。但从马斯克自己的角度，他显然信心满满，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在中国有句俗话，肥水不流外人田，马斯克这次正是把 AI 和社交这两桶肥水都牢牢攥在自己人手里。他要打造的是一个横跨社交媒体、新闻、支付、AI 助手等多领域的超级应用。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打开 X， 不仅是在刷帖子、看新闻，还能直接调用 XAI 的智能服务，让 AI 帮你回复消息、做调查分析，甚至管理你的日程。想到这里，不少科技爱好者已经开始憧憬，难道西方世界也将出现一个像微信那样无所不能的应用？而这个超级 App 将由马斯克掌舵，用他的 AI 大脑来驱动。听起来真有几分赛博朋克的味道。最后，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宏大一些，来看看马斯克手中这几张王牌在全球科技版图上的联动影响，也就是他那四大旗舰事业：特斯拉、SpaceX、X 平台和 XAI。被不少人戏称为马斯克的四驾马车，这四匹马各自奔腾的方向不同，却都在拉动着同一辆华丽又神秘的战车，车上坐着的正是马斯克本人。而这辆战车要驶向何方？有阴谋论者调侃，马斯克这是要驾驶它去征服蓝星，也就是我们这颗蔚蓝的星球——地球。乍一听统治地球未免夸张，但细想一下，这四大板块几乎覆盖了人类未来社会最重要的几个领域：能源与交通，特斯拉；太空与通信， SpaceX； 舆论与社交， X 平台；智能与技术， XAI。 可以说吃穿住行娱几乎都能被它关联到。更可怕的是，这些领域之间，马斯克正试图让它们互相打通，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举几个具体的例子，特斯拉不仅是电动车公司，还是全球领先的能源公司。它做太阳能和大型储能电池，掌握着可再生能源的关键。而 SpaceX 除了发火箭，它的星链卫星网络已经在为空旷的地球角落提供互联网，把世界每个角落都连了起来。想象一下未来场景，偏远地区的人们，屋顶是特斯拉的太阳能板供电，屋里是特斯拉的储能 Powerwall 蓄电，开着电动皮卡在荒野行驶，通过车载星链终端连上互联网，在 X 平台上和全世界对话。而 X 平台背后的 AI 大脑实时翻译各国语言，提供信息服务。这一切串联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里一个超级财团把基础设施全包圆的感觉？再比如，马斯克已经在把 SpaceX 的技术反哺地球交通，他设想用星舰火箭实现全球任意2点，1小时内直达，那将彻底颠覆航空业。而特斯拉开发自动驾驶 AI， 这其中的 AI 算法和芯片开发能力，或许就能借助 XAI 的研究来提速。相反的方向， XAI 要训练大型模型，离不开庞大的算力和数据。除了 X 平台的数据外，特斯拉每辆车也是一个智能终端，摄像头捕捉海量道路影像。未来特斯拉车队完全可能变成 XAI 分布式计算网络的一部分，说不定哪天你的 Tesla 正在充电闲置时，就在帮马斯克跑 AI 模型呢。还有 SpaceX 的星链，每天收集地球的遥感与通信数据，也能提供给 XAI 更多元的信息来源。马斯克的四驾马车不仅技术互补，商业上也互相支撑。X 平台上，马斯克是头号网红，他的一条推文可以让特斯拉股价大涨，让某款火箭圈粉无数，甚至带活狗狗币这种玩笑产物。可以说，
他把传统上需要花钱买的广告宣传，全都用自己社交媒体上的人格魅力给实现了，省下一大笔营销费。这是其他公司老板难以企及的，毕竟哪有人像他这样，又是世界首富，又是网红段子手呢？而有了 XAI 之后，他在 X 平台上甚至多了机器人水军，不是 AI 助手军团的潜力。未来可能马斯克的每条动态下面，第一时间点赞和高亮评论的都是智能 bot， 他们引导舆论，消灭虚假信息，想想都觉得厉害。除了商业协同，这4大领域合一，还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以往拥有如此多硬核资产的往往是国家政府，现在一个私人企业家横跨这几大关键产业，影响力甚至不亚于一个中等国家。特斯拉在全球电动车市场份额居前，还掌握电池供应链的话语权。SpaceX 不仅帮 NASA 送宇航员上太空，也是美国军方卫星发射的核心承包商。而且星链卫星在俄乌冲突中就发挥过关键作用，让各国都不得不重视。X 平台作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许多西方人获取新闻资讯的渠道，甚至某种程度上左右着舆论风向。XAI 则是在新一轮 AI 竞赛中站上了前沿，有可能影响未来 AI 如何与人类社会结合。从碳基世界到硅基智能，从地面到太空，从现实能源到虚拟信息，马斯克都插上了一面旗帜。难怪有人戏称他是在集齐科技界的4颗龙珠，妄图召唤神龙来统治蓝星。也有人类比历史上的巨头，比如19世纪的工业大王们，洛克菲勒掌握石油，摩根掌握金融铁路，卡内基掌握钢铁。可即便托拉斯横行的年代，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同时在汽车、火箭、媒体、人工智能这么多个前沿领域搅动风云。马斯克的版图之广，野心之大，在现代商业史上实属少见。当然，把马斯克描绘成征服世界的反派，未免有戏谑成分。站在他的角度，他或许并不觉得自己是在统治，而是在开拓人类生活的新边疆。他推动电动车是为了环保，搞火箭是为了多星球文明，收购社交媒体是为了言论自由，开发 AI 是为了对标谷歌、OpenAI 这些大厂，确保 AI 朝着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展。听起来每一项初衷都挺高尚，是吧？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能号召起那么多拥趸，甘愿追随，投资人也乐意把钞票往他项目里砸，仿佛只要马斯克在带路，人类就真的能在若干领域实现突破。不过，理想和现实常常有差距。马斯克这4驾马车现在拉风是拉风，但每匹马都有自己的难题。特斯拉面临汽车行业竞争和产能挑战， SpaceX 的星舰还在攻克技术难关， X 平台营收不振，口碑两极化。XAI 要追赶谷歌， OpenAI 也非易事。正因如此，马斯克才更需要把它们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在他的大棋局里，这4个业务彼此支撑，互相借力，亏钱的可以用赚钱的养，遇到瓶颈的可以调用其他板块的资源来帮忙。最终如果真的被他串成一个闭环生态，那还真可能出现一种马斯克帝国，对全球科技和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进入一个马斯克治下的时代？也许没那么夸张，但毫无疑问，马斯克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企业家的影响范围。他是汽车业的革新者，太空业的颠覆者，社交媒体的话事人， AI 领域的新玩家，同时还在白宫权力游戏中扮演着特殊角色。有人爱他，视他为改变世界的英雄，也有人怕他，担心他的力量失控造成混乱。但无论如何，他驾驶的这辆4马战车仍在高速前进着。从美国2次革命的呼声，到 Dog 资金黑洞的曝光，再到 XAI 吞并 X 平台，以及4大业务布局天下，我们见证的是一位狂想家的雄心逐渐落地，也是在见证科技与权力融合所迸发出的火花。故事的最后，我们不禁要问，马斯克这盘大棋最终是为全人类开创新局面，还是让他自己成为新的世界之王？历史还在书写，悬念依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接下来发生的每一幕都不会让我们感到无聊，毕竟有马斯克在，未来就少不了戏剧性。